美军重新组建的假想敌中队不但配备了 F-35战机，还专门派了一位将军作为指导，让这支中队专门操作 F-35，模仿我国的歼20战机对抗美军飞行员，从而让美军飞行员能够在未来的冲突中更好地对付歼20。来看详细情况如何。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由于我国国防工业的飞速发展，特别是歼20的诞生，使得美国感到了巨大的威胁。在这之前，美国空军是唯一能够量产五代机的国家，在空军实力上处于绝对的碾压地位，没有任何人能够在空中力量上和美国一较高下。再加上经费不足的原因，因此曾红极一时的假想敌中队就此解散。可是，在歼20诞生之后，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。歼20在刚诞生的时候，美国无论是政府高官还是军方都认为，这款战机只是对自家战机的一个低劣模仿，不但采用了更复杂的压抑外形，就连最重要的发动机用的都是俄制发动机。但是后来歼20经过不断的升级改造，性能也在进一步提升，换装了国产涡扇10C 发动机的歼20，双座版可操控无人机作战的歼20，隐身功能更强的歼20C。现在即便是美军再怎么不乐意，也不得不承认歼20的性能已经不逊色于美军 F-35， 甚至是超越了。因为中国的歼20和美国的 F-35曾有过一次无形的交锋，这次交锋虽然没有进行正面冲突，但是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巴赫将军却对歼20进行了称赞，表示歼20的性能十分优秀。以美军骄傲的性格来看，显然是在这次交锋中吃了亏才会表扬中国。既然吃了亏，那美军肯定得找回场子。为此，美军现在重启了假想敌中队，这支叫做侵略者的第65中队，在14年解散之后重获新生。在这之前，这支队伍的任务主要是使用 F-15战机来复制潜在对手的战法和技术，从而和美军战机进行对抗，让美军能够在未来可能到来的战争中可以继续保持自己的空中优势。而现在，这支重新组建的假想敌中队则是迎来了大升级，直接换装上了美国最顶尖的 F-35战机作为测试，来训练美军飞行员的战法和技术。显然，美军此举就是专门为了对付中国的歼20而做出的行动。当前和美国关系不太好，军事实力又比较强大的国家中，只有中国、俄罗斯、朝鲜，其中拥有五代机的国家为中国和俄罗斯，而能量产并大量服役五代机的国家就只有中国。如果说美军这支假想敌中队重建后，依旧采用 F-15战机来复制潜在对手的战法和技术，那显然是不够格的。因为中国的歼20是一款五代机，而 F-15只是一款四代机。F-15并不具备五代机的隐身功能，雷达系统也不如歼20。假想敌中队用这样的战机来模仿中国，并让美军在未来可能到来的冲突中对付中国的歼20，显然是不现实的。因此，这支假想敌中队就必须也用五代机才行。就这样， F-35战机就成了这支假想敌中队的训练机。可能有人想说，既然都用五代机了，那为什么不用 F-2呢？ F-2才是一款第五代空中优势重型战机，和歼20的定位是一样的。F-35只是一款第五代多功能中型战机，和歼20的定位并不相同。这美军其实也有苦衷， F-2已经停产了，现在是用一架就少一架，飞行员自己还不够分的，怎么可能给假想敌中队分出去一部分呢？在无法获得 F-2作为训练机的情况下，这支假想敌中队就只能将 F-35作为自己的训练战机来使用。不过即便如此，美军对这支部队依旧是十分的重视，还专门为这支假想敌中队派过去一位将军作为顶级教官。同时，这位叫做罗尔斯的准将也是第一位获得 F-35侵略者飞行员认证的将军。作为假想敌中队中负责驾驶 F-35战机对美军飞行员进行训练的一名将军，美军内部评价是他对中国以及中国的歼20十分的了解，因此他将驾驶着自己的 F-35战机伪装成歼20，来和美国空军飞行员们进行对战，
并向这些飞行员们讲解他们可能遇到的问题，为这些问题提供解决方案。换句话说，这支假想敌中队就是专门为了打歼20而成立的，是在为将来可能到来的终极冲突做准备。因为美国现在并不是技术领域中唯一的大孩子，只有在训练、准备、人才方面，美国仍旧是王者。所以美军必须通过训练以及提前做好准备，才能重新保持自己的空中优势。但对于这种方法有没有用就两说了。本身歼20和 F-35就是两款定位都不同的战机， F-35完全无法模拟出歼20该有的性能，再加上 F-35在打造的时候为了成本考虑，导致它现在有着上百个的漏洞需要解决。这些漏洞歼20身上可没有，在5代机最重要的隐身和雷达上， F-35也无法模仿出歼20的水平了。要知道，中国虽然在发动机领域是暂时落后，但在雷达领域绝对是领先的。歼20上装备的有源相控阵雷达，已经美军 F-35领先了整整1代，这在讲究信息化作战的现代战争中将会是巨大的差距。这些差距会导致美军经过假想敌中队训练之后，可能会产生一种战略误判，到时候专打歼20可能会变成专被歼20打。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，美军这种未雨绸缪的行为也值得我们警惕和借鉴。毕竟某位伟人可是说过，不打无准备之仗，不打无把握之仗。美军此举显然就是在为将来可能到来的中美冲突在做准备。